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华表奖提名惹争议，王一博和张译争影帝，赵丽颖落选缺席仍被嘲。随着华表奖颁奖典礼临近，官方提名名单终于揭晓。原本是一次表彰中国电影人的盛大庆典，名单公布之后，却迅速在全网引发了大量讨论与争议。从王一博与张译争夺影帝，到赵丽颖意外落选，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了舆论焦点，掀起了一场关于演技、资源与公平性的全民大讨论。提名名单出炉，争议四起。华表奖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重要奖项之一，与金鸡奖、百花奖并称国内电影界三大奖，其分量与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。与以往不同，本届华表奖在提名设置上出现了明显变化，优秀故事片提名多达20部，而优秀男演员、优秀女演员的提名数量则被严格控制，每项仅2人入围。这种配置本意是突出重围者的含金量，却也无形中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。名单一公布，网友们的讨论声便此起彼伏，甚至一度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榜。尤其是部分热门演员未能提名，部分作品入围，引发了极大争议，让华表奖成为焦点中的焦点。王一博成最大赢家，背后隐藏的期待与质疑。在本届提名名单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王一博。他不仅凭借热烈入围优秀男演员，与实力派演员张译争夺影帝桂冠，更凭借主演的3部作品《长空之王》、《无名》热烈同时入围优秀故事片，个人存在感极强，成为提名最大赢家。不仅如此，《长空之王》还获得了优秀电影摄影提名，进一步强化了王一博在本届华表奖上的存在感。如此高的提名数量和多面的认可，自然也引发了热议。支持者认为，这是王一博多年努力的成果。自从歌手转型演员以来，王一博在电影领域频繁尝试不同题材，积极磨练演技，逐渐获得了业内的肯定。他的粉丝们纷纷表示，他值得这个机会。华表奖是在鼓励更多年轻演员勇敢尝试，但质疑声同样猛烈。不少观众认为，王一博在热烈中的表现实属中规中矩，远未达到影帝水准。尤其是在与黄渤、王宝强、沈腾等一众老牌实力派演员的对比下，王一博的提名更显突兀。有人直言，难道华表奖认为王一博的演技已经超越黄渤了吗？批评声音铺天盖地，甚至有人质疑本次提名背后是否存在资源操作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华表奖历年来确实存在鼓励新人的传统，尤其是近年来官方大力推动年轻力量崛起，王一博作为新生代代表，自然获得了更多关注和机会。此外，也有网友指出，从过往经验来看，华表奖往往是排在提名前列的人最终获奖。王一博此次多部影片提名，个人也入围，拿奖概率至少有50%以上。不过，也有细心网友发现，王一博的最大竞争对手张译目前并未确定是否出席华表奖颁奖礼。考虑到张译在2023年已拿过1次华表影帝，在如此短时间内再次封帝确实存在一定难度，这无疑进一步提升了王一博捧杯的可能性。张译遭质疑，副总裁亲自发声力挺。作为实力派演员代表，张译一直以精湛的演技著称。然而，这一次关于他的质疑声也同样不少。不少网友将矛头指向了张译主演的电影《三大队》，认为该片剧情一般，张译的表演也未能突破自我，甚至有人直言还不如电视剧版精彩。质疑声愈演愈烈，迫使三大队一同制作副总裁李业亲自发声，强调提名即是肯定，作品价值不该被恶意诋毁。
李烨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一部分争议，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本届华表奖公众情绪的复杂性，观众对演技的期待越来越高，对奖项的公平性要求也越来越严苛。我本是高山入围引发新争议，除了演员提名引发争议，影片提名方面也暗流涌动。尤其是我本是高山的入围，让不少网友大跌眼镜。我本是高山自上映以来就饱受争议。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，但在剧情改编过程中，被指对部分真实事件进行了艺术夸张与扭曲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较大偏差。此外，关于性别议题的处理也屡遭诟病。有批评声音指出，影片在原本可以彰显女性力量的基础上，反而弱化了女性觉醒主题，甚至有丑化女性形象的嫌疑。因此，当这部影片高调出现在优秀故事片提名名单上时，舆论哗然。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质疑，一部争议如此巨大的影片，真的配得上华表奖的认可吗？更有甚者直接质问评审标准，认为华表奖的权威性正在受到挑战。不过，也有部分业内人士持不同意见。他们认为我本是高山虽然存在争议，但整体制作水准尚可，且影片关注现实题材，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，这也是其获得提名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赵丽颖缺席，仍成嘲讽对象。在优秀女演员的提名上，同样火药味十足。马丽与惠英红双双入围，展开角逐。而此前呼声极高的赵丽颖却意外落选，并且明确不会出席本届华表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赵丽颖虽然缺席，却依然未能摆脱舆论的嘲讽。有网友酸言讽刺，马丽终于不是被偷走的女主了。显然，这句话是在内涵赵丽颖曾因《人生路不熟》等影片与马丽产生的女主归属争议。更有评论指出，赵丽颖此前因获得飞天奖时遭遇大量群嘲，被质疑演技不足，拿奖靠资源，因此这次索性选择回避华表奖，以免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赵丽颖方面保持沉默，没有公开回应。事实上，赵丽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转型，尝试更多元的角色挑战，但显然，部分观众对她的转型之路仍持保留态度。华表奖提名风波折射出行业焦虑。本届华表奖提名名单引发的种种争议，不仅仅是单纯的粉圈撕扯或黑粉攻击，更深层次地反映出整个中国电影行业正在经历转型与阵痛。一方面，观众的审美标准在提升，过去明星光环可以掩盖一切，如今观众更加看重作品本身和演员的真实演技。另一方面，官方在鼓励新生代演员，扶持年轻力量，但这种平衡非常微妙，一旦处理不当，便容易引发不满。此外，如何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到平衡，如何让奖项评选既保持公正性，又兼顾时代需求，这些都是摆在华表奖乃至整个行业面前的重大课题。颁奖里程关键，能否打破争议？尽管目前争议四起，但一切答案终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。届时，奖项最终归属，获奖演员的表现将成为打破争议的关键。如果最终获奖者实至名归，演技服众，那么华表奖的权威性自然得以维护。反之，若出现更多令人质疑的结果，恐怕将对华表奖的公信力带来更大的挑战。无论如何，这场关于梦想、演技与荣誉的较量，已经点燃了所有电影人和观众的热情。4月即将到来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场注定不同寻常的华表之夜。